在网上各种谣言里流传最广的其中就有这么一个，说什么常山改名了石家庄，兰陵改成了枣庄，陈仓改成了宝鸡，泸州改成了合肥，也包括说什么长安已经改成了西安，感叹风雅不在，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风雅哈。其实呢，如果你上网一搜，就会发现，如今陈仓是宝鸡的一个区，常山兰陵呢，古代是个郡，是类似省一样的，它不是市这样的等级单位。只不过如今的枣庄、石家庄呢是这个郡的辖区而已，而如今的兰陵县也依然存在。而常山郡呢，宋代就改叫了真定府，也就是如今的河北正定。至于说那泸州改成了合肥那就是纯粹的本末倒置。这地儿从汉朝以来它就叫合肥，反倒是隋朝才设置了泸州传有人可能连淝水之战都没听说过。那么长安改成西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到底改没改呢？其实长安之名本源自秦国咸阳旁边的一个小地方，叫做长安乡，本意呢是长治久安。汉朝建立的时候呢，刘邦就把它升级成了长安县属于渭南郡。不过不久之后呢，这个刘邦就决定叫迁都于长安县，于是呢就在长安县建立了长乐和未央两个宫。听起来很高雅吧，其实就是欢乐不可停止的意思和我们汉高祖的调性非常像。这要是那时候有营销号，不知道是否还给人嘲笑一番是吧？说咸阳多高雅是吧？然而这长乐终究不能未央。汉亡之后，宫殿作土，都城不在，只留下长安以县名了。等到隋唐之覆北朝的时候，这长安才重新成为首都。北周呢，在长安的旁边增加了一个县叫万年县，意为叫长安万年，同归于京兆府管制。等到唐朝的长安城的时候呢，这两个县的边界就被修理得非常规整了，出现了神奇的叫一城两县状况。什么意思？长安城150米宽的中轴线朱雀大街，正好把长安分成了西侧的长安县和东侧的万年县进行分别治理。朝廷还摘选了一堆犯过点小错的哥们儿，编成叫做不良人的警察团队。长安12时辰里那个不良帅张小敬就是万年县不良人的头。然而你看过电视剧会发现这张小敬在街上办案你很少看见那种一片繁华的街市，两边就是大土墙，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就是所谓的里坊制。简单点说就是在大城里设置了一堆带小城墙的小城，叫做坊。除非如上元节是吧这种大庆典，平时到了晚上都会进行宵禁，大家都只能在坊内活动。所以除了像东市西市这样的自由市场，你是很难看见那种门朝大街开的房子的。当然进入到唐末的时候随着一个落地的山东绣在黄巢，一句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吧，长安最终彻底毁于战火。那在这之后的长安就逐渐缩小到了皇城内部的堡垒，非常非常小了。长安最终又未能万年，成为了一片废墟。那金代又将万年县改成了咸宁县。直到明朝的时候长安这一带已经成为了一个西北重镇了。朱元璋也非常重视，他就让他的次子就二儿子朱爽，就这哥们儿是吧，以秦王镇守，设立西安府统辖。其实就跟唐朝京兆府是一回事儿，它是府一级的单位。也就是说，你去西安看见那种高大的城墙内的西安古城它不仅是明朝西安府的驻地，同时也是唐朝那种一城两县的延续。城西就是长安县的驻地东侧呢是咸宁县，还是保留。民国的时候呢，咸宁县又并入了长安县，所以这长安从未更名。直到了近代这古城周边逐渐建立了现代化的城市西安市是吧？那在长安县的土地上又被分出了比如未央、碑林、雁塔这样的工业区归西安市管辖。这些年这长安开始沦为了一个南郊小县。这些年才以西安市长安区的身份，用古老的名字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如今的西安古城长约4.5公里，宽大约3公里其实远小于现在的西安市区。然而你就想象不到，如果倒推到1400年前的唐长安，东西10公里，南北9公里，要4倍于1000年后的明清西安城，甚至远大于明清的都城北京，而且和08年左右的西安都差不多大。这仅仅800里的秦川从古到今就有着如此复杂的区域变化，王朝兴衰。然而无论历史如何迭代，却只有这块大地不畏尧存，不畏桀亡。我第一次到西安的时候曾经曾有一天希望用脚步丈量从大雁塔到大明宫的历史年点，看着如今的地图努力的想构想出那个大唐盛世。然而就算我还略通历史地理，这一过程也非常劳心费神。所以我相信你也曾想和我一样是吧，能够面对这大地之图，看着悠远的历史在上面风起云涌，你会希望你的一切历史知识能通过它赫然连成一体。所以当我见到这一款古今长安图鉴的时候他们跟我说拿了一个紫外线的灯就能看见如今的西安地图下浮现出浩大的长安万
3年规正礼访，我其实是如获至宝的，所以我也化身成营销号是吧，给大家送出这个推荐。你要知道，想不被忽悠，比起听别人乐乐，用自己的双手探索比啥都强。估计听众里的80、90后啊，应该都听过周杰伦一个歌是吧？叫《爱在西元前》。本来周董唱歌就不太清楚，而这个词儿呢，对于当时我们来说更是高难度。里面第一句就是这么唱的：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古巴比伦在哪儿啊？估计有人抢答了，应该在伊拉克那儿。说实话，是所谓的4大文明古国的土地上啊，埃及、巴基斯坦，尤其是伊拉克，那除了中国之外，都别提多动荡了。言归正传，这伊拉克和中国一样，也有着2条母亲河，名字比较长，分别叫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吧？如果你的思念不想向底格里斯河蔓延，你也可以称之为2河流域。你放心，只要教科书提到这个古巴比伦，就一定会提到这个汉谟拉比法典。这是为啥呢？其实一开始这个古巴比伦呢，并非大家想象的那种大国家，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大城邦而已。在2河流域也绝不算是个特殊的。你看这一片有很多城邦。等到37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1700多年的时候，巴比伦才在汉谟拉比师长的带领下，逐渐征服了2河流域下游的大部分城邦，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的王国。那汉谟拉比呢，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就开始着手编纂成为一个国家所必须的要素呢，就是法条。他命人于一个黑色玄武岩的石柱上镌刻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成为了巴比伦王国统一的宪法。黑色玄武岩不对呀，这2河流域一片大平原，哪来的黑色玄武岩呢？其实我们如果把视角再往上拉一下，你会发现这2河流域的源头那必定是山呐。我们顺着2河的发源地来到了这儿，那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山区。这儿是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石柱这个形状是不是有点不可描述呢？其实处于造山带的土耳其正是地质活动频繁的区域，这里曾有过大量的火山活动，黑色的玄武岩就是典型的一种岩浆岩。经过漫长地质时期上层玄武岩，下层凝灰岩的地表最终被侵蚀成了这种蘑菇头。其实对于2河流域来说它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在北边的山区获得了大量的矿石资源。正是因此，2河上游的城邦亚述成为了这一贸易的主要受益者。虽然千年逝去巴比伦这个名字早已成为历史，但亚述却仍天天活在新闻里。那是啥呀？没错，就是叙利亚。亚述的希腊语叫 Assyria，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那个逐渐脱掉了，就成为了现在的 Assyria， 也就是叙利亚。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学界不会说什么古巴比伦文明，而是把亚述、巴比伦等文明合称为叫美索不达米亚。没错，美索不达米亚，要是记不住的话，可以顺便记一个英语单词叫美索不达米亚。它词源呢也是希腊语，美索是在中间，不达是河，亚是地方，所以其实还是2河中间地方的意思。没错，其实在巴比伦征战美索不达米亚之前，这儿本就存在着更令人惊叹的一个神奇文明，叫苏美尔文明。这群人呢被称为黑头，据说长相和白人十分不同。当时无论巴比伦、亚述他们本身都是一群被称作阿卡德人的游牧民，其实是在苏美尔内乱的时候才趁机占领此处，获得别人的文明果实的。苏美尔人呢，在中国还是传说的时期，就在泥板上刻下了楔形文字，让我们知道了美索不达米亚曾经的大便宜他可是捡得了。那么与此同时，在3700年前，东方的中国在干什么呢？东方不也有条河不是？问题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啥呀？估计大多数人都会脱口而出说是夏朝。然而直到如今呢，尤其是西方史学界都没有完全承认夏朝的存在。为啥不承认呢？说1000道1万，还是有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文字没有。其实在没有发现甲骨文之前就算是商代也都没有被明确确证的。直到一个专精于商代考古的学者徐旭升，在对河南洛阳偃师一带的二里头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遗址。在这个如今被称为二里头遗址的地方，经过碳14测定，很巧，竟然也是3700年前，已经早于我们记载的商朝谱系了。但其遗址宏大发达，相当长时间都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夏都真寻。然而就算翻遍整个遗址，你仍然看不到任何成型的文字，更别说夏这个字的出现。所以就算是中国学术界对夏都的说法也都有极大争议。
无论你是否承认夏朝，都不可否认，在3700年前这片东方沃土上，也真有着一脉相承且令人惊奇的古文化。包括更早的浙江良渚、湖南城头山，就算他们可能不是所谓华夏，但他们在这片土地洪荒时代的脚步却从未停止，奠基了我们远古的路。